我最近特别想吃冷面，但是饭店卖的要不是辣白菜不好吃，要么就是牛肉给的少，所以我买了200斤牛腱子和1000斤白菜。我打算从这4样东西入手，在家做一个豪华版的冷面套餐包。为了能做的好吃一点，我还特意买了个腌辣白菜的配方。不过配方这东西越专业它就越麻烦，就光调这个腌料就用了10几种食材，而且配方说要想腌的均匀，需要把白菜打开，每一页都抹上腌料。这事儿可真是太熬人了，这半吨白菜切完之后，现在都有3万来页。我是真没想到，就光腌辣白菜，我们就在这干了一页又一页。妈，这事儿可真是离了大谱了。然后辣白菜腌上了，就可以做酱牛肉了。我这次是以小酱姐的3高牛肉为基础，又放了好多之前攒的老汤，而且又卤泡了好长时间。现在这酱牛肉的内心都特别有滋味。然后为了吃得爽，我们切的都是这种又宽又厚的大肉片，每一包装的时候都不少于3两肉。就这个量来讲，要是胃口小的，可能面条还没等吃到嘴呢，光吃牛肉就先给干饱。然后冷面呢，因为考虑到储存的问题，我就直接买了个做干冷面的机器回来。不过我算了一下，这机器要想用回本，起码得做出2顿面。也就是说，假如我们每人每天能吃3顿冷面的话，要想回本就得连吃3年。做完这几样，我们也终于能消停歇会儿了。这520想给老嫂们选合适礼物可太费劲了。好在我发现了靠谱的抖音电商，它有闪电退货、运费险、上门取件、极速退款这些售后保障，特别可靠省心。正好618快到了，家里要想买啥的，可以点我评论区链接，或者左滑进商城品牌馆，不用犹豫，直接冲就行。然后这些辣白菜一共腌了3天，现在拿出来切件就已经非常入味了。这辣白菜真的巨好吃，但就是腌完它的器具有点难刷。我后来甚至都非常苦恼，就如果邻居恰巧看到这一幕的话，我该怎么跟他解释，他才能不报警呢？后来为了让这冷面吃的时候更香，我先炖了一锅纯牛肉汤，然后以这锅肉汤为原汤，给每一份冷面又配上了一袋酸甜口的汤包。现在每一个冷面包里都是汤面菜肉4样东西，这一袋光成本就要干到40块钱了。然后回家只需要把冷面煮开，把所有东西都倒里，再放上一点自己愿意吃的小配菜，就会得到一份在任何饭店都吃不到的顶配大冷面，而且它还是减脂餐。这等夏天大热的时候，把汤汁先冻点冰茶再拿出来，然后再配上20个羊肉串，等把所有东西都吃完了，再把这碗酸酸甜甜的冷面汤喝了。这夏天过的，我的妈呀，那真叫是一个死而无憾。我最近特别馋那种可以冷吃的红油千层肚，但是外面卖的据说好多都是拿科技泡发的，吃着也不太放心，所以我去买了400斤刚从屠宰场拿出来的鲜毛肚。我先看看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。不过有些事儿真是不干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想过收拾毛肚居然是一个这么麻烦的过程。首先也是最致命的，就是这个爹的味儿实在是太鲜亮了。尽管我们做了很多的防护措施，但这爹一拿出来我们就破防了。而且要命的是，近距离接触时间太长，吸入的答辩分子过多，就直到第2天晚上我出去买饭的时候，我感觉我跟人说话嘴里还往外飘着答辩味呢，我真是服了我。然后我本来以为给这些爹洗完了就没事了，结果后面的活更麻烦，因为现在我们只是物理上把爹洗没了，但要想让这肚完全没有异味，还得起码再洗10几遍。而且因为处理的不及时，好多黑毛肚都开始掉毛了，我们还需要把这些掉毛的黑毛肚都搓成白毛肚，然后还得摘肥油、刮底板的皴，再把它们都切成细丝儿。如果这时候肚还有异味，那需要再煮个花椒水给它们泡一下。主要最要命的是现在天热怕坏，我们干了40多个小时，基本没怎么合眼，这强度太致死了。真的就这么折腾完之后，肚洗的干不干净已经不重要了，人没没那就算是烧了高翔了。然后我本来买了10个电火锅，打算涮点毛肚吃，现在累得没心思吃了，都是没用过的，就全挂咸鱼出给大家了。家里还有2个闲置的拍立得，我一起挂上去了。这些都是5块钱一个，大家点评论区链接，咸鱼搜狗送就能看到了。记得关注一下我咸鱼号，后续还会上新。你们要是不用的闲置，也可以挂上去赚点钱。然后这些毛肚稍微烫几秒，再迅速过个凉，吃的时候就会很脆了。为了吃的时候能再爽一点，我又配了好多贡菜，但是我们查了3个小时也没整明白这莴苣和贡菜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。最后决定还是眼见为实吧，等有机会去产地连轴做它500斤，估计就啥都明白了。
后来调味的时候，我们先是试了好多种配方，然后又在最好吃的那个配方里，根据赌的多少确定了每种调料的黄金配比。也是因为太累了，不想给调料分装了，就都打到一个料包里了。现在每一罐里都是一个料包配上一个赌包，回家只需要给它俩拌匀，就能得到一份麻辣脆爽的红油千层肚。但是因为切的不均匀，这卖相有点一般，不过好吃是真好吃，主要芝麻和贡菜放的多，吃着又脆又香，真的特别爽。而且我还放了点麻油，它现在是越吃越麻，越吃越想吃。但我发现这玩意儿吃多了也不行，我有一天晚上吃上头了，连吃了4罐，结果直到第3天，我那俩耳朵震的还嗡嗡的，啥也听不着呢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东北人都这样啊，就是我哪怕天天喝酒吃肉撑得根嘎的，但我有2、3天没吃米饭或者面条，我就觉得我这胃里空落落的。我现在呀都他妈快空着个3室1厅了，我寻思这可不得了，我这得赶紧做点下饭菜啊，这他妈再空2天空这个别墅了，上哪儿起房照去啊？这2个绝对是最朴实的下饭菜了，你不用放肉，也不用整那些花里胡哨的，就直接连着汤汁扣在大米饭上。这饭碗你最好端起来扒了，那家蹭一嘴大米粒才香。但我还有个习惯，我要光扒了不动筷子，我手刺挠。我总觉得这饭稀里糊涂就吃完了，我就又烹了个锅包肉，其实和蒜瓣和榨菜是一个作用。顺道呢又拔4个地瓜，本来我寻发朋友圈用的，他就拔成这奶那样，下回再见吧咱们。要说下饭还得是咖喱，但我得说2句，我可以接受㧟一勺没有肉只有汤，但我不能接受食堂㧟一勺全他妈土豆块的做法。你这么整，你可真不拿米饭当玩意儿。最后扒了一个台式菜，沙茶牛肉空心菜。哎呀，台式，我怎么有点想我广式老丈人了呢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杀牛空、锅肉、红绿灯、油煎、宁波、八卦、嘎牛，就这一桌菜呀，我整整焖了2斤米。我俩开了个局，就是今天呐，谁吃的少谁刷碗啊！我头2天回屯子杀猪去了，带了2个人和200来个塑料袋，就为了给我奶顺个肘子。但是肘子掏完了不敢往前院去啊，就藏后院雪地里了。完了我们还有模有样的混淆了一下现场，但是玩雪玩的实在是太高兴了，我一抬头根本他妈分不清哪个里有肘子。我们回来时候，大伙已经开始炒菜了。完，我看我3大爷那屋直冒烟，我寻思我3大爷着了呢，我赶紧拿着手机就过去了。完了嘛，发现我3大爷在那炖肉呢。我让3大爷踹出来之后，上北屋闹小鸡去了。但我啥调料都找不着，我2大娘给我撵车库去了。我一看车库藏着一位高人呢，我这远房老弟翻2上勺给我看直眼了。我心说，我大爷这不是喊我来吃席，这是喊我来学习呀。后来我把坐着没事都喊来了，我说来老弟，你做菜我开班，咱俩狠狠掏他们一笔。来吧，吃香香的，我得赶紧找地方做了，要不等会儿他妈塑料袋白带了。为了能吃到更多的好吃的，我特意跟我弟分开做的，这也属于是优化资源配置了。完，我姐在旁边扒拉我说别卖单了，那帮老小都在那喝酒呢，赶紧转桌吃血肠啊！我跟你说，全村他妈最有心眼的就是他。他告诉我那酸菜、五花肉、大肠啥的，你打包回去第2天热才香呢。你今天这顿你就吃血肠和血豆腐。咱说好在东北杀猪菜管吃管甜，要不这一桌人第2天醒酒之后，可能都以为我大爷家杀猪根本就没灌血肠。上屯里吃席，你记我一个口诀，叫先找锅再上桌。你看住了大锅，不怕做错桌。你就像我似的，盛晚饭就蹲酸菜锅着吃，你跟他们喝个嘚儿啊，你社交恐惧症。我本来吃完这碗饭就要走了，我大爷告诉我晚点走，让我拿点杀猪的伴手礼。我一看肘子、排骨还有肉，我们30来斤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完，我确定没有啥再能顺走的之后，我说大爷，我掏心窝子跟你说句话吧，你家后院那块地来年你好好翻一翻，别问为啥，问就是整好了能出一棵肘子树。